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上一集在我的影片当中，我介绍了制作模型会使用到的刀具这些东西。那这一集呢，就是船的最重要的精髓——蚀刻片。那我们会用到蚀刻片的话，大致上就眼前的这些工具，就是比较会使用到的。因为我本身的已经有老花眼的这种年纪了，所以这种头戴式的放大镜，这个是必须要准备的啊。那挑选其实也蛮简单的，这个不用买的非常贵，因为你不会一直戴着，它包含了很多倍率的镜片，可以去做更换，所以可以尽可能的让你看得清楚细节。你该定位的点该贴在哪边，所以这个东西是40-50岁的建模者，这些玩模型的应该要准备一下的东西。OK， 接下来笔刀，因为我要把蚀刻片切下来的话，笔刀是最好用的东西，然后换上一支新的刀片。蚀刻片呢，它成型全部都是靠弯折所做出来的。所以以我自己本身来说的话，我会准备2种蚀刻片的工作台，就一个是小型的 Display 这种小型的，它可以应付大部分的蚀刻片。可是当你去折到，例如说像富士美1:350的一式，它那个水上飞机的弹射架的长度就会超过你这个前台的宽度，所以我会准备更大的前台，它可以让我在折弹射架的时候，保持整个弹射架都是可以被前台压着，直接折成直角，这样子比较不会变形，可以达到我预计要折的这个效果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折台我会准备大跟小。那蚀刻片它不可能100%都是折直角的这个状态，有的时候要滚出圆形的，所以我就会准备这种有分成尺寸的棒子。这个东西它不是模型专用的，它这个是以前很流行的水烟里面那个加热线圈的缠线器，所以它就分成很多的直径。我发现其实拿来运用在模型制作上还蛮方便的，因为它的尺寸还蛮齐全的，可以应付大部分的栏杆你想要折弯折成弧形的这个弧度，它的直径。那如果你要折得更大一点的话，你就直接拿着这种圆形的笔刀直接去滚蚀刻片，这样也是可以。那再来镊子也蛮重要的。镊子你当蚀刻片切下来以后，你的镊子如果精准度不高的话，基本上你是夹不起来的。所以我也会准备直的这个镊子，然后弧的弯的这种镊子，这2种镊子我都会准备。那镊子的品牌是边境 Border 的这个牌子啊，然后它的资讯就在这个地方，它一样中国大陆制的，它目前我用起来的镊子里面，这个东西在夹蚀刻片算是最好用的东西。好，介绍完镊子以后呢，速干胶、超级胶，一个是液态状，一个是凝胶状，一个是 UV 胶。这3个我都是使用台湾的北回化工这家公司所生产的速干胶。好，那 UV 胶它就必须要配上这个 UV 灯，才可以让它的 UV 胶达到硬化的效果。那贴蚀刻片，你不可能每一次都贴得非常准，所以我会准备所谓的除胶剂，一个是良的解胶剂，一个是 Ergo 这个牌子瑞士的。那这2个牌子我都有准备的原因，就是大部分我会使用这一支，它不会让塑胶产生白化的现象。问题是它运用在田工模型上，它会造成田工模型的塑胶件融化，所以
变成说我如果要用田宫模型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使用2Go 的这个牌子去把超级胶给洗掉。那它的缺点是什么？它的缺点就是模型会变白，它的表面会起一层白雾，只是差在这个地方，不然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好用。那我们就来实作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要折的这个是1:350的立根重巡的巡洋舰啊，它甲板上的结构。它是弧形的 ，OK， 然后看起来啊尺寸相当的大，所以我会去挑最大只的这种滚轮，然后拿着10颗片的镊子，直接这样夹，这样就可以夹得起来。所以这根镊子精准度很高，非常的好用。但是镊子它也是一样是属于消耗品，因为常常上面会沾着速干胶这些东西，那我又会拿砂纸去磨速干胶，所以到最后这只镊子它就会有一点磨损的这个状态，导致它的 tip 端它的前端的精准度会越来越低。这个地方没有折好。尽可能的让它变成圆形的这个状态。OK， 然后当我们要粘超级胶的时候，我就会使用自制的工具。这是一根竹筷子抛弃式的竹筷子，上面插着一根缝衣服在用的针。那个针买的时候它是整盒的，所以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工具，它就会像这样。你可以买一卷，买一份，它就有相当多的针头，可以让你去制作成这种工具。那点胶的时候呢，我可能要故意点的乱七八糟，就这样靠着过一下子，等它干燥，它会粘住。好，那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们在粘10颗片的时候，不可能会100%粘得很漂亮，不可能100%粘得很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找一个粘得不好的地方，我们用除胶剂把它洗掉。
OK， 那这个平台就是这样，制作起来就是这样。OK， 好，这个是弧形的蚀刻片的制作方式。再来就是有角度的蚀刻片。蚀刻片的平台，它的原理其实不困难。这只应该坏了。这只也差不多，寿命都快到了。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虚线在背面啊，那就是折里面这一面。折的方式呢，沿着这个线，压紧，然后把它锁紧，它就会把蚀刻片压在前台里面。压在前台里面呢，你再用它工具所附上的这个类似刀片的东西直接插过来，然后把蚀刻片折起来，它就能够确保让你的蚀刻片在转折的地方是呈现90度的状态，做起来就会是这样。好，然后由于我们要折好几个面，所以我会先折外侧，然后再动到里面这边。你看这边会有一个凸出来的，这种的就不可以折到它。好，如果你不想折到它的话，你在放的时候，你可以尽可能的往外移动到这边，让这个东西凸出来在前台的外面。然后你的刀片往里面伸，对，这样子你就不会去折到凸出来的点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最后一面，这个只要稍微折个形状就好，因为你会发现折起来的时候这边会顶到，所以你继续折下去的话，上面就会变形。好，现在折到目前这个情况，你只要用镊子夹着它，夹在比较刚好的位置，这样子在折角的地方夹着，直接把它搬过来，它就对得上，折起来就变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上胶，先固定。然后再翻到俯视图来看一下角度对不对。看起来它是个正方形啊，只要它看起来是正方形，我们就在上面夹着往下压，看一下它
胶该涂的位置是在哪边。那这个平台这样就做好了，所以粘蚀刻片其实不困难。好，再来就是顶部。那翻过去，这样子，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突然发现做错了，那怎么办？就拿出除胶剂，我们过一下子再开始除。我等它的超级胶完全干燥硬化以后，我们再来把它洗掉，这样比较有效果。好，经过几分钟之后，我们确定我们的疏干胶，这些超级胶它是干燥的，它是完全干燥的状态。那我们粘的位置可能会有点偏差啊。假设我们粘的位置是偏差的，那我们必须要把它拆下来，所以就用这个 Ergo 的这个产品9153。这样子就把它洗下来了，完全不用去破坏。这样就清理干净了。等它完全挥发干燥了以后，我们再重新再粘一次超级胶，那我们就可以完成蚀刻片的修复。全部都弹起来了所以其实做蚀刻片并没有很困难，只是你所使用的工具有没有很好的去辅助你达成这个项目。所以做错了也没关系，
这东西也不贵啊，所以就买了这个，你就放心的做蚀刻片。那缺点呢，如果你有上底漆，有上这些颜料在上面的话，解胶剂上去一定会把底漆给洗掉，就是等于你那个部位整个都需要重新上漆，只是差在这样子而已。好，那这就是这一集关于蚀刻片制作的部分啊。那我们下一集再看看要讲解其他的遮盖类的东西要怎么运用。好，谢谢各位。